嚟到釜山行程嘅第3日啦，我哋今日將會離開廣安里咧，翻去市中心嘅地方。但係離開之前呢，有一樣嘢一定要去做嘅。每日喺露台望內咧，都會見到好多當地嘅居民咧，沿住個海岸線來回咁散步。咁唔理咁多啦，臨 check out 之前呢，我都落咗去沙灘兜翻個圈先。咁我住咗廣安里呢區咧已經2日啦，暫時嚟講咧我都非常之滿意嘅。除咗落樓下附近咧買嘢同食嘢乜都齊之外咧，佢交通上無論翻去市中心西面嗰邊定係去海雲台嗰邊咧，佢好似一個中間點咁。時間上佢都大概係3個字至半個鐘。咁由啱啱廣安里搭翻鐵出嚟市中心咧，只需要大概20分鐘，我哋就去到一個叫做西面嘅地方啦。時間關係，我已經一早將啲行李寄存咗喺酒店度。有冇人覺得韓國同日本呢啲冰杯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發明？其實我覺得香港咁熱嘅天氣呢，便利店應該考慮下引入呢個產品，因為時間上仲有好多餐廳呢都仲未開門。咁我就喺 Google 度揾啲地方附近行下先。咁喺虎田站大概行3分鐘呢，我就揾到一個叫做虎田市場嘅一個地方。由車站去到呢度呢，沿途主要都係一啲賣生果嘅地方啦。然後一入到嚟呢，我哋就會入咗去一個乾貨嘅區域，主要都係買一啲傳統嘅零食啦、魚乾啦、豆類之類。咁一穿過乾貨區之後呢，我哋就會入到一個濕嘅街市。我入到嚟之後呢，完全俾呢度嘅人流嚇親啦，因為當時呢，只係大概朝頭早9點鐘嘅時間啦，喺出邊嘅街呢，其實係好冷清。但一入到呢個街市呢，係完全係2個世界。咁既然入到嚟呢，都順便八卦下呢度嘅物價大概係幾多啦。就以海鮮為例啦，唔單止佢份量更加大、更加新鮮啦，大概佢嘅價錢呢會係香港嘅大概打個7折添。咁除咗街市嘅部分呢，虎田市場入邊仲有好多賣小食嘅鋪頭啦，同埋餐廳。咁我上 Google 睇翻呢，原來呢度都幾多臥虎藏龍嘅餐廳，而且個價錢呢仲會比出邊更加平添。咁我只覺得呢個地方呢都幾值得嚟嘅。除咗我自己中意行街市之外呢，我覺得呢度呢係冇咁多遊客，同埋比較地道啲。好啦，咁行完虎田市場呢，我哋都肚餓啦。咁我哋就翻到去呢一間叫做春夏秋冬小麥冷麵度食早餐。小麥冷麵呢係釜山嘅特色食物。而講到小麥冷麵呢，就更加唔可以唔嚟呢間擁有50幾年歷史嘅春夏秋冬。根據我個資料搜集啊，釜山呢好多特色食物呢，其實都同當時韓戰呢係有關係嘅。就以呢度小麥冷麵為例啊，我哋平日食得到嗰啲韓國冷麵呢，其實好多都係用蕎麥同埋薯仔去做成嘅。咁但係當時呢，韓戰嘅關係呢，好多人越過300線呢，就逃難到釜山。咁但係因為戰爭嘅關係呢，導致食材嚴重不足啦。咁當時嘅人呢，就只可以用到美軍援助嘅麵粉呢，去代替蕎麥同埋薯仔去做成呢個冷麵。咁去到而家呢，就變咗釜山嘅名物啦。而呢個冷麵嘅食法同平日我哋接觸到嘅冷麵嘅食法都係大同小異嘅啫。咁但係留意翻呢，北韓嘅平陽冷麵係唔會剪嘅，因為佢代表住長壽啊。而南韓嘅冷麵一般食之前呢，都會剪散佢先嘅。咁剪完之後呢，就可以按翻個人口味呢，加翻啲醋同埋芥末。除咗冷麵之外呢，我亦都加咗濃嘅蒸餃。同喺日本食拉麵一樣啊，當地人一般都會跟一份炒飯，而喺呢一度呢，食冷麵就會跟一份蒸餃。呢個定律嚟嘅。你就係望下鋪頭入邊掛喺度嘅簽名有幾多呢，你就知道呢一間鋪頭有幾出名啦。如果你問我嚟釜山有邊3樣食物一定要試的話呢，我覺得呢個小麥冷麵呢係唔可以唔試嘅。咁我呢一餐呢，我點咗1碗大嘅冷麵同埋1份蒸餃呢，大概只係需要16,000 won 嘅啫。計翻港紙大概呢就80幾蚊，已經食到攬咗肚啦。旅行當日氣温呢突然回升翻去差唔多30度啊！咁食飽之後呢，我就想揾一個室內嘅景點行下先。咁睇翻 Google Map 呢，由啱啱餐廳大概行10分鐘呢，就會到呢一個西面美術館啦。佢就喺田浦咖啡街嘅隔離嘅啫。咁呢一度呢，亦都係釜山 Pass 嘅包含項目嚟嘅，只要出示翻 QR code 呢，俾職員睇呢，就可以入到嚟㗎啦。正確嚟講呢，呢度其實唔係一間美術館嚟嘅，其實佢係一間 cafe， 但係定期呢，佢會舉辦一啲同美術同社會有關係嘅一啲展覽。咁多得 Google Translate 嘅幫手呢，呢一個原來係一個關於自我認同嘅展覽嚟喎。咁一開始會一張紙呢，俾你按住自己唔同嘅方面去評分，例如外表啦、學歷啦、性格啦，按住對自己嘅評分呢，就可以畫出一個6邊形。咁但係啱啱可以見到啦，大部分人畫出嚟呢都唔會係一個等邊嘅6邊形嚟嘅。
咁填好啱啱對自己嘅評價之後呢，就可以進入展覽嘅另外一個部分啦。咁去到呢度呢，就係寫低你人生裏邊有冇經歷過一啲令到你留下深刻印象嘅經驗啊。咁我都喺度偷睇咗好多唔同人嘅秘密。咁嚟到下一個部分啦，就見佢掛滿住有關樹木嘅畫啦，同埋會播住一啲雀仔嘅叫聲。咁睇翻呢度嘅解釋啦，啱啱我哋寫低好多我哋人生嘅經歷呢，可能都會帶俾我哋受傷啦，或者痛苦。咁但係有一日呢，我哋望翻轉頭呢，發覺我哋其實已經成長咗好多啦，甚至乎比以前更加堅強，就好似樹木一樣。咁我每個部分開始呢，除咗會有嗰個展區嘅解釋之外呢，佢下一句之前呢，都會有一啲名人嘅名言呢帶出首尾呼應。而去到呢一間書房呢，就會有筆同埋紙俾你寫低一啲你認為覺得需要感恩嘅事情。而嚟到呢一度呢，就係啱啱經過咁多對生活上嘅理解同埋反思呢，休息呢亦都係我哋生活不可或缺嘅部分嚟啊。咁所以大家記得見攰就唞啦。我好欣賞呢個展覽呢，佢用藝術作品同埋文字呢，引去反思人生，從而增加自己嘅認同感啊。去到展覽嘅最後呢，佢會俾咗張紙你再畫多一次你認為自己嘅六邊形。咁你哋都可以睇到呢，佢哋大家心態上呢都有好明顯嘅改變。因為最後2日呢，我哋主要都會喺翻西面同埋南浦洞活動。咁所以呢，我就選擇最後一晚就搬嚟呢間位於西面嘅樂天酒店。咁除咗貪佢樂天集團比較有保證之外呢，佢嘅地點亦都係非常之方便。佢正正就喺樂天百貨嘅隔離嘅啫，而且由地鐵站行過去呢都唔使5分鐘。咁我今日 book 嘅房型呢係豪華雙床房，係我用信用卡積分換嘅，但係其實上網訂的話呢，其實只係需要大概每晚900至1200蚊。咁對比翻市區其他酒店嚟講呢，佢嘅價錢亦都係非常之合理。韓國嘅酒店呢，一路俾我印象呢都係比較偏細少少，但係大家可以見得到呢，呢間房係非常之寬敞嘅。咁佢包咗一張 Queen Size 嘅雙人床啦，同埋再搭多一張單人床。咁室內嘅設備基本上你諗得到呢，佢已經有齊晒㗎啦。裝修設計上相對會比較傳統少少，因為樂天酒店呢1997年就已經開業㗎啦，但係喺2017年呢進行過大翻新，咁所以酒店各方面嘅 condition 呢都 keep 得唔錯，同埋好乾淨。咁另外呢間酒店其中一個賣點呢，就係佢竟然有賭場。釜山市內呢只有2間賭場酒店，呢度就係其中一間啦。如果你本身有買到釜山 Pass 嘅話呢，其實係有3萬蚊嘅泥馬送俾你免費落去玩嘅，咁大家就可以來碰下運氣，冇事啦。咁我哋攞完酒店房之後呢，就搭車去咗南浦洞。我哋會去一個喺釜山 Pass 裏邊相對我覺得應該會冇咁熱門嘅項目，但係睇簡介嘅時候，我覺得呢度非常有趣，所以我一早呢已經 bookmark 咗。呢度譯翻中文呢，佢就叫做釜山回憶寶島。如果 Google 嘅話呢，基本上係揾唔到任何資料嘅，但係我喺釜山 Pass 上面呢，就見得到佢嘅蹤影。佢呢個展示館呢，係放滿咗70年代至90年代嘅物品。咁當然最主要呢，都係當地韓國嘅產品同埋物品，但係其實入邊呢，都揾到好多我哋香港人嘅回憶㗎喎。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呢啲花生機呢？呢啲 MP3 機呢，以前我哋中學每人一定有一部。咁除咗舊嘅書啦、舊嘅黑膠碟啦，同埋一啲舊嘅電器之外呢，你仲可以睇到好多以前70、80年代嘅家庭用具。而喺度嘅展品呢，全部都會 keep 得好乾淨同埋好整齊。至於嚟到韓國又點會冇燒酒呢？呢度呢亦都展出咗唔同韓國嘅燒酒牌子咁多年嚟嘅包裝。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其實真露呢喺過去好多年呢係全世界銷量最高嘅烈酒品牌。咁呢一個展示館呢，面積其實就唔係好大嘅啫，咁大概都係1200尺左右。但係佢就放滿咗好多70至90年代唔同嘅物品。無論你入到嚟係想揾翻一啲以前嘅回憶啊，定係你係一個新生代想睇翻上一代嘅事物，我覺得呢度呢都係非常之值得嚟嘅。咁睇完啱啱嗰個懷舊展示館之後呢，我哋過對面馬路呢就會係另外一個市場啊，咁叫做國際市場。
咁我上網睇翻呢，呢個國際市場呢，最出名係賣棉被。咁佢除咗棉被之外呢，佢主要都係賣一啲家居嘅用品啦，同埋一啲布匹。咁我只覺得呢，嚟韓國除咗買面膜做手信之外呢，呢一啲韓製嘅廚具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喎。咁大家畫面可以見到呢，呢度嘅遊客呢並唔係話好多，主要都係一啲當地人喺度買一啲生活用品。但係佢呢一個市場呢係位於一個比較中心嘅地方，所以如果經開附近呢都可以入嚟兜個圈嘅。而我自己都冇嘢需要喺呢一度買啊，只不過喺啱啱嗰個展示館呢實在太近啦，咁啊過嚟行咗個圈呢，我自己就走咗啦。好啦，咁去到大概黃昏嘅時候呢，咁我就過嚟松島搭呢一個松島海上纜車。如果你有釜山 pass 的話呢，呢一個纜車亦都係免費乘搭嘅。但係留意翻呢，佢包嘅淨係普通嘅車卡啫。如果想搭水晶車，即係個底係透明嗰隻呢，咁需要額外補錢嘅。咁上到嚟等候區呢，佢會分普通車廂同埋水晶車廂兩條隊嘅。唔好以為揀水晶車廂呢排隊會快啲喎，因為其實水晶車廂佔嘅比率唔係好高嘅啫。同埋大家都睇到呢架車嘅速度有幾快㗎啦。呢架纜車呢係唔需要同其他人去 share 嘅。換言之，好似我咁呢，自己一個嚟的話呢，成架車就俾你坐晒㗎啦。車廂入邊嘅空間呢，亦都非常之足夠，我相信坐6個人呢應該都唔係問題嚟嘅。但係留意翻呢個車入邊呢係冇任何冷氣同埋風扇嘅。咁如果好似我咁喺呢個暑假嘅時間嚟的話呢，我建議都係朝頭早或者黃昏嚟會比較合適啲。如果唔係嘅話，你真係會熱死嘅。好啦，咁坐咗大概15分鐘之後呢，我哋就會到達松島嘅另外一邊 Sky Park。咁樣落車除咗有洗手間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小食店啦，同埋便利店。咁好多人過到呢邊呢，都會順便行埋嗰個松島龍宮空中步道。佢就喺車站嘅隔離嘅啫，咁但係我就冇去到啦，因為有一樣更加緊要嘅任務等住我返去啊！咁究竟我咁急趕去邊呢？就係返嚟南浦洞嘅呢個扎格奇市場啊！呢一個海鮮市場呢，係當地最具規模嘅一個海鮮市場嚟嘅。咁佢喺返呢個扎格奇站一出呢，行出嚟大概2分鐘呢就會到噶啦。咁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嚟呢，唔知道個人流會有幾多啊，咁所以我就情願早少少返嚟呢，食一個 early dinner。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首爾嘅路良津魚市場呢？咁呢一度呢，就係釜山版嘅路良津魚市場啦。但係唔同嘅係呢，路良津嗰邊呢就會出盡中文、英文，好熱情咁過嚟會 sell 你。而呢度你睇下呢架車幾超。而呢一度扎格奇市場呢，同路良津一樣呢，佢都係分為2層，下邊呢會係一啲賣水產嘅地方，而上邊呢就係幫你加工嘅餐廳嚟嘅。咁喺呢一度買嘢呢，就唔需要擔心話要唔要買好多呢，佢哋先會做你生意嘅。因為我自己試過呢，我就咁要一隻鮑魚呢，佢都會肯賣俾你嘅。咁喺下面魚市場買齊晒你想要食嘅海鮮呢，咁帶上嚟2樓俾啲餐廳呢，就可以進行加工噶啦。大家千祈唔好俾海腸咁核突嘅賣相嚇親，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試，因為真係好鮮甜。咁三八爪魚呢，之前就食過好多次嘅啦，不過太耐冇嚟過韓國呢，都叫咗一隻呢，意試咯。帝王蟹呢，自己一個就真係食唔晒啦，咁但係呢，我都叫咗一隻雪蟹清蒸。呢隻呢，就我單獨買嘅嗰隻鮑魚啊，事後呢，我都有啲後悔買得太少。咁呢度嘅食材呢，全部都係好新鮮嘅，所以我盡量呢都會用翻清蒸同埋刺身嘅方法呢去食翻佢原本嘅味道。咁留意翻呢，上嚟2樓嘅餐廳呢，除咗會按住人頭收費之外呢，亦都會睇翻海鮮嘅種類呢，每樣收翻5000至1萬won嘅加工費。咁我今晚嘅晚餐呢，總共買咗1隻鮑魚啦，2隻小嘅八爪魚，2條海腸，買咗1隻細 size 嘅雪蟹。額外嗌咗1支燒酒同啤酒啦，連埋加工費呢，大概就只係俾咗400零蚊港紙到嘅啫。呢個價錢真係香港冇可能食得到啊！
咁飲飽食醉之後呢，我就行咗去附近嘅 BIFF 廣場呢，就散下步。我相信釜山電影節呢，大家一定聽過㗎啦。而 BIFF 廣場呢，就係以前釜山電影節舉辦嘅地方嚟嘅。咁但係隨住釜山電影節呢越搞越大之後呢，咁而家佢已經移師咗過去海雲台嗰邊舉辦㗎啦。而 BIFF 廣場呢，就保留做咗遊客去飲食同埋購物嘅地方。而呢度俾我嘅感覺呢，係有少少似首爾嘅明洞一樣啊。而始終係遊客地方呢，呢度嘅小食檔個價錢呢，都相對係偏高少少嘅。另外呢度最出名呢，就係有一條好似我哋香港嘅星光大道，街上面嘅地下呢，會放滿好多唔同影星同埋導演嘅簽名啦，同埋手掌印。當中亦都會不乏我哋香港好多人認識嘅影星啦，例如梁朝偉啊嗰啲。呢個 BIFF 廣場呢，其實你係唔需要專登過嚟嘅，因為其實佢係位於南浦洞嘅中心點啊，所以你如果離開呢一邊的話，你係一定會經過呢個廣場嘅。咁因為今晚呢係我最後一晚喺韓國啦。剩低嘅時間呢，都係幫朋友買下嘢啊，同埋睇下自己嘢咁樣樣。大概行到9點幾10點呢，就搭翻車返去西面嗰邊啦。咁留意翻釜山嘅鐵路呢，大概開到夜晚嘅11點幾12點度。咁大家就唔好 miss 咗尾班車啦。返到西面呢，原來夜晚呢，佢哋會有一啲好似福岡屋台嘅小食檔會開嘅。咁今集去到呢度呢，都差唔多啦。如果你喜歡呢條影片呢，可以俾個 like 我啦 ，comment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最緊要仲要訂閱埋我嘅頻道。我哋下集見。